大家好，我是桌球。那由于很多朋友来敲碗说想要学怎么样抬墙，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教学。那我这篇的目的就是想要让你成为抬墙高手。那会先介绍准心、预设，然后抬枪的一些理论与知识。那接下来会说明如何做到抬枪，然后最后会用一个实战的影片来解说。首先，我要来介绍什么是准心。那在人物的右上角都会有一个准心，然后就像是这个。那需要透过右侧这一侧转动视角来瞄准敌人，来做一个射击的动作。高手跟平常玩家的差异就在于准心的使用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往前冲、跳加转动视角，然后你要快速对准到敌人的胸口的部分是非常的困难的。越厉害的玩家对准的速度越快，然后且越精准。接下来会用下面这个图示当做准心来做一个说明的介绍。那了解完准心之后，就要了解什么是预设。那在右下角的设置，然后操作，然后可以选择精准瞄准的设定，但是有预设、开镜精准跟全精准。那下面会做介绍。那这边可以看到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，那以后也会做介绍。然后这张就是一张比较表，那就是首先是未开镜就是一般情形跟开镜的情形，然后就分成3种，就是预设、开镜精准跟全精准。但在一般情况下，预设跟开镜精准是一样的，就是未开镜的时候，它就是准心对到敌人就会从白色变成红色，然后按射击键就会自动吸到别人的身体正中央。那预设跟开镜精准差异就是说，开镜的时候预设就是会自动吸到敌人身体身上，那开镜精准就是你射哪里就是哪里，那瞄头的时候就不会被预设自动吸至敌人身体，然后做一个干扰的动作。那全精准就是你射击哪里就是哪里。那现今是一个抬枪与开镜跳射的年代，所以一律选择预设。那这个就是不用再问说要用什么，反正就是预设。接下来我要来介绍什么是预设的原理，就是在不管是不是开镜的状态下都是通用的，就是分成3个区域，从区域1到区域2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准心会从白色变为红色，那这时候按下射击键就会自动吸至身体的正中央，敌人身体的正中央。那此时你就可以做一个抬枪动作，就是往敌人头部的位置做拉扯的动作。如果你直接瞄准的时候，准心会直接变为红色，就是如果直接瞄准在区域3的时候，会直接是红色的状态，那代表说你射击到敌人的位置，如手脚头，就是打哪里就是哪里，就不会再吸回身体的正中央。但是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说你在瞄头的时候，由于它，比如说你射击到头部这个2跟3的区域的时候，它都会自动吸回3。比如说你要很精确的瞄准到3这个里面，它才直接会打到你要打的部位。所以呢，从红框可以明显看到说，你跟对方互看的时候，他的头的位置是偏左的，也就是说你在偷袭的时候，预设瞄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，就是你可能要瞄左一点，比较不会失误。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，开镜的预设跟比起未开镜的预设来得更吸身体，而且不同的枪支吸扯的力道也不太一样。这是所谓有人说比较好抬或比较不好抬，就是比较轻或比较重的感觉，就是它预设吸回身体的力道的差异。有些枪像是沙鹰可能吸回身体的力道也就是比较重，M500的吸扯的威力就是比较小，或者是就是射速快的它的吸力会较小。那现在要说明什么是抬枪，那就是简单来说，就是透过预设机制，就是上面讲的这个原理，让准心吸至敌人的身体中心哦，不是左或右，就是吸至人家的身体中心，然后往敌人头的位置方向拖曳射击键，并以极快的速度在适当的位置停止拖曳。那为什么要停止拖曳？就是因为它比如说你拿 MP5，那你在拖曳的时期，它吸回的力道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你必须找到一个点，
就是它拖曳跟你拉扯的力道是可以抵消的，那你就可以维持在头的位置上。那后面会再讲解，那并持续射击嘛，然后使全部子弹打到头的情况。那抬枪嘛，抬枪就是预设吸质吸身体，然后就是像上面说的，准心在敌人附近开镜，然后对准区域2射击，区域2，然后按射击键就吸质，然后射击，然后预测敌人的头的位置，你必须猜他下一步是往左边还是右边，你要扯这边或扯这边来做一个预测敌人头的位置的动作。那敌人站着不动，或者是对你射击的瞬间，蹲着射击你的瞬间，或者是直直的往你冲，或斜着往你冲，这种都是很容易抬枪的。那横向移动，或者是左右晃、冲刺加速，或者是极近距离都是比较难抬枪的。那还有就是说，你抬枪有个配合，就是你要快速扯到那个头的位置，就是你要很熟悉那个。就是每把枪那个7回预设的那个力道不一样，那你抓的越好，速度越快到达那把枪对的位置，那就可以让你少打几下身体，就全部命中头部的位置。那在适当位置停止拖曳，那如果你拖曳的过多，那它就被预设强力吸回身体，然后导致全部都炮枪。那拖曳的刚好就会全部打到头，那拖曳太少就是全部都会打到敌人身体上面。那既然是抬枪的流程，那我会以直抬为例。那流程就是说，先对准敌人的胸口，然后自身一定要不动哦，因为你一动，你的准心就会变大，就会就是会散掉。那自身不动，然后射击完才可以移动，那就往敌人的位置进行拖曳。那抓不同的停顿点，到敌人头的位置，停止滑动的位置。动作，然后并持续射击，然后达成就是击中敌人头部的爆头。那这边我就想说明说，近距离、中距离、远距离，那直抬就是往上抬嘛，因为敌人就是可能在射击你或者是站着不动的情况下，你就直接往上抬。那方向就是直接往上，那你必须要抓到一个诀窍，就是要有一个停顿点，就是跟预设的互扯力道要相同，那你就可以抬到头的位置。那越远的话，抬的距离可能会比较少；那越近可能要拉的距离要比较大。那斜抬的部分就是说，比如这个敌人往左冲刺，那它的瞬间移动的位移会比较大，那你就可能需要比较斜不是比较平。那敌人如果是左右横移，那你就要预测敌人下一个瞬间是往左或往右，或刚好交错回到中间往上拉，那你就是要做一个预测动作。那这个就是比较斜嘛，就是要拉一个比较斜的角度，然后你要抓好一个停顿点。那接下来会用一个实战影片来做一个解说。那这边就可以看到说，我一开始对准身体，然后往上扯，但是他头的位置我一开始没对好，但是扯的力道是对的，所以打空了几发之后，对到人家的头部，立刻就打到头了。那这个部分就是对准之后，它刚好跟我成一个直线的，它往前跑，刚好成一个直线，那我就只需要往上抬，然后斜斜的往左偏一点的角度来射击。那重点一样是你的停顿点要抓对，就不需要太多，然后跟预设扯到一个适当的力道就可以抬枪。那这边是比较一个高阶的，也不是高阶，就是实际的应用，就是射击加跳，就是透过预设直接对到人家身体，接下来跳就可以直接扯到人家头，这个也是。
那这个就是这个人往这个方向跑，他头的位置是有点这样子，那我待会抬枪我就必须有点这样子的角度，那抓一个停顿点。那这个是敌人不动的情形，就是直抬。那这个是最容易抬枪的，我只要对准人家的胸口，这种是我上面讲到，就是直接对准人家的区域3，可是那你就要对得很准，然后直接往上抬。当然，如果稳一点，你可以用那个区域2，然后射击开枪的瞬间，它就自动吸到人家身体，然后往上抬的动作也可以。那我这边是直接瞄他胸口的部分，然后抓好一个停顿点。那我怕他反击，所以我做一个就是蹲架的动作。那之后影片也会开始讲解说蹲架有什么优缺点，然后就解说到这边。如果觉得我讲解的还不错，那请按赞，让更多人可以看到。然后50个赞就解锁沙鹰抬枪的理论跟实战的教学。欢迎大家按赞加订阅。如果反应好的话，我会陆续做一些影片来教大家一些概念。那就谢谢大家。